有打算入手 Chery Omoda 5，但是又不懂它的试驾体验如何。又见面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我是来到位于新山 Iskandar Medini 的 Chery Showroom， 来这边试驾2023年 B7 SUV 网红车，那就是 Chery Omoda 5。在没有正式进入今天视频之前，希望我亲爱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点一个免费的订阅，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帮助我在今年之内达到1万个订阅。当然也别忘了多多支持我的 Facebook page 啊，在这边也先谢谢你们支持。OK 了，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Let's go。Chery Omoda 5 5人座 B7 SUV， 售价为 C 版108,800块钱 ，H 版118,800块钱，采用了 1.5 4缸涡轮增压引擎以及9速的 CVT 变速箱，最大马力156匹，最大扭力230牛米，搭配了 MacPherson 的前避震和托森宾的后避震，采用了18寸的轮圈，搭配了21555 R18 的 GT 轮胎。据说这一次 Omoda 5进到马来西亚，就是要直击 Proton S50 还有 Honda HR-V B7 SUV 的市场。想要了解这辆 Chery Omoda 5在 C 版还有 H 版两个版本之间，它的配置有些什么差异的观众朋友，这个视频过后，你们也可以到我之前所做过的 Chery Omoda 5 C 版还有 H 版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对比视频那边看一下哦。OK， 今天陪我试驾这辆 Omoda 5的 SA 小姐姐呢，就是我身旁这一位。Hello， 我是 Emily， 来自 Medini Chery Showroom。今天陪我试驾这辆马来西亚2023年的网红 SUV 车，订单收到多吗？你觉得呢？听说你们在 roadshow 的时候收到好像是120张吧，还是150张？超过了。超过啊，所以应该最近是盆满钵满了。好啦，现在呢就让我们来上路试驾这辆 Omoda 5吧 ，Let's go。OK， 这辆 Omoda 5呢，在驾驶模式上面，它是只有 Eco Mode 跟 Sport Mode。暂时性先用这个 Eco Mode 来驾驶啊。然后这辆 Omoda 5它的引擎动力配置是一个 1.5 Turbo 搭配了 CVT 9速 CVT 的变速箱。对，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加速体验如何。哇 ，Eco Mode 模式还不错一下，那个油门踩下去，动力就来得很快，可以嘞。怪不得你们的订单数要这样多啦，是不是一踩就想要继续踩下去？是，会有这种感觉。现在有没有听到这个 brake 声呢？不是 brake 有问题啊，因为早上下雨会有那些泥啊，然后水的东西，所以它进到去，所以就会变成会有一点点的影响。讲到这个东西，现在你们的 4S 店已经开始有做这个 service 了吗？可能普通的 checking 啊这些东西。目前还没有，不过差不多了，9月应该可以了。会正式开始啦。测试一下 Sport Mode 啊。前面有一辆 Honda Civic FE， 那么试试看一下可以超越这个 Honda Civic FE 吗？对。OK， 它的动力表现还算 OK， 不错一下这个 Sport Mode， 是有点爽啦。像我现在过这个比较 curve 的这样的弯，我是觉得还 OK 的，不错的。它 steering 的指向性是 OK 的，它的屁股 hold 得住，会让你觉得那个屁股好像很旺这样子，可以。只不过啦，我也发现到了，它的 brake level 可能比较高一点，变成有点不太像我们马来西亚一些日系车这样子，它的 brake 的那个点踩下去，你就会 feel 到那个 brake 咬住的感觉。是。这个 Omoda 5的可能要踩低一点，你才会感觉到那个 brake 在咬住的感觉。因为它的原装 brake 就是本身比较高的。有打算入手这辆车的观众朋友，你们就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一下这样子的这个 brake level 了。但是它动力表现我是觉得是蛮充足的 ，OK。再来，可以明显感受到了它的动力是随传随到的，你一踩下去，它动力就来了。可能会有一点 turbo lag 啦，但是还好。
觉得对于一辆家用车来讲算是还好的。然后现在我有感受到我的屁股很凉因为这辆车它是有那个座椅通风功能，所以在马来西亚这种大热天的时候，像今天这种大热天啊，开启这个座椅通风功能真的是很爽。不只是屁股，连背后也有。再来就是这个椅子，它的包覆性我觉得不错。我这样子驾来啊，做了一些激烈的驾驶啊，然后过了一些比较可能 curve 的弯啊，我都觉得它的椅子的包覆感蛮不错的，不会觉得好像飞来飞去。这个椅子的包覆感我觉得 OK。虽然讲刚刚在一个比较 curve 的那种弯道，它的那个屁股的侧倾还好，可是，在处理可能路面可能不平整的情况之下，它的余震会比较多一点。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说实话啦，是会有一点点的。不过因为它高车嘛，是，再加上可能这个是 CBU 进口的关系，中国的路面情况跟马来西亚路面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对，调教上面可能有所不同。可能接下来呢，希望 Chery Malaysia 可以在针对马来西亚路面上面，在这个避震上面做比较适合马来西亚路段的调教啦。OK 了，它turning radius算小，然后我也发现到一个东西哦，就是它的 steering 真的是很轻，你不用费太多的力气，你就可以把这个 steering 摆好了。这点我觉得是蛮 good job 一下啦，它这个 steering， 然后 steering 的质感抓起来也蛮不错的，很有手感。你不会觉得那个皮革好像那种 Jeep 皮革，不会，那个皮革我觉得很好，很丝滑。但是这个 steering 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如果时常手容易流汗的朋友啦，就很容易留指纹哦。在这个部分，这个 chrome 黑的部分。可以看到现在在过着一个很大的弯，not bad。OK， 我们 test 一下它的 ACC 跟车。可以看到它的 ACC 跟车呢，其实在米德上面也可以显示到你周围附近有些什么车。重点是，如果是说前面是 bus 的话呢，它还会画出前面的那个车子是什么种类。OK， bus 它可能是用罗里代替啦，比较大辆的。SUV 车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SUV 车的显示。再来，如果是 sedan 车，它就会画成 sedan 车。摩朵它也是会显示出来。这个 ACC 跟车，我觉得在这个 display 方面是蛮不错的。可以发现到它的 ACC 跟车呢，好像是有点靠创线的啦，然后再把你拉回来车道中间，然后可以 feel 到啊，当前面有车子介入的时候，它的 brake， 这个 ACC 跟车它做的那个 brake 的动作是线性的。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冲，马上给你踩下去，不会。它踩下 brake， 它减速的感觉是线性的，就是在于它的那个车道维持辅助就可能有点小遗憾啦。来 ，Emily 访问你一下啦。对于这辆 Chery Model 5， 它的 service 通常来讲大概现在是多少钱？ service 方面的价格呢，其实不会很贵，就跟 normal 的车价是一样的。大概 around 在300或者是400 maintain 在那里的，所以我们会有那个价钱表，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价钱表咯。再来这辆车现在 booking 的话，需要多久时间才可以拿到车呢？现在 booking 的话呢，说真的是很多很多，所以最快我们也要等到明年。其实也不只是我们 Chery 车要等到明年，很多车其实都是，有些甚至要1年。你有 booking 的话，就肯定可以早一点得到啦。最近顾客试驾这辆车有些什么 comment 吗？其实如果是讲 comment 方面的话，每一个人驾驶的体验都不一样，所以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这是一定的啦。有人会觉得这辆车驾起来，它的声音有点太大声。然后有些人又觉得 OK 啊，就很静一下，不会到很吵，它的那个沥水。然后后座位有些人又觉得很窄，
有些人就觉得 OK 啊，很阔，我坐起来很舒服，所以这个还是要你们自己来体验看才知道。因为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要 depends 他之前驾什么车。是，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每一个人驾的车都不一样。对，如果之前可能你驾的是一些国产车，你就会觉得驾这辆车是蛮舒服的。而有些人可能他是驾 Harrier 的，驾这辆车的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这辆车好像很窄这样子？是。至于它的隔音表现，我觉得是 OK 的。像是我现在驾着一个比较低速的情况之下，90，我是有听到一点声音是在于胎噪、风噪，我觉得还好。然后你讲引擎声音，怎样都会有的，不可能没有的，除非它是电车。摆式的时候会有一点风噪，但是是可以在那种接受范围之内的，不是那种很大声的那种，是有一点风噪。只不过它的底盘的那个隔音表现真的是好，胎噪很少。所以整体加起来，我觉得这辆车它的隔音表现是蛮不错一下的。OK， 已经试驾完这辆 Chery All-Modified 了，现在就让我来总结一下这辆车。对于一辆120千进口的 V8 SUV 车来讲的话，首先在配置方面，我觉得这个 Chery All-Modified 给的真的是非常足够了。对手有给的，对手没有给的，都已经下放在这辆 Chery All-Modified 里面了，像是360环境显示、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座椅通风功能，通通都已经在这辆 Chery All-Modified 里面都有这些功能了。再就是在它的试驾体验方面，我相信有买家可能会拿这辆车它的数据、它的动力数据跟它的对手来做对比啦。可以发现到这辆 All-Modified 它的动力数据，如果我 compare 它的对手，可能会稍微逊色了一点。但是整体试驾下来，我觉得它的动力表现算是蛮足够你日常使用的，而且还是有多的那种。因为这是一辆家用车嘛，你不是拿这辆车去跟人家下 track 跑比赛的嘛，是不是？所以对于它的动力数据，我觉得是非常足够你日常使用了的。但是这辆车有缺点吗？有，就是它的 brake 的踏板可能比较高，所以它的 brake 的咬合点就可能必须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啦。再来就是它的车道维持至中功能，我 test 到的话，就是它会靠一点创线再把这辆车拉回至中。至于它的 setting 来讲的话，我是已经把这个 setting 开完了啦。是不是可能有些东西我没有开到，还是怎样？这一点可能接下来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观众朋友，你们可以来这边试一下，再来分享让我知道啦。但是对于一辆 V8 SUV 车120千来讲的话，这辆 Chery All-Modified 不管是它的配置还是它的试驾体验，我觉得是一辆非常值得考虑的一辆车。新山区的观众朋友，如果对于这辆车你们有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想要试驾，你们都可以来到位于 Iskandar Medini 这边的 Chery Showroom 来找我们的 Emily。来找我们非常可爱的艾美丽小姐姐啊！我也叫小姐姐，我觉得你叫小妹妹比较好。OK， 我是在这个 Chery Medini 这里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 test drive 或者是想要看车，都可以联系我啦。可以的话预约比较好，不然到时候来到这里满了又要等哦，要浪费一些时间。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栏找到他的 WhatsApp、他的联系方式啦，然后提前跟他预约来试驾这辆 Chery All-Modified。这样子找你买车有 free gift 吗？肯定有啦。我 free gift 的话，你自己私聊问我啦，你们自己私聊问我。PM，自己去 PM 他啦。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按赞分享一下，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当然也别忘了多多支持我的 Facebook page， 还有我们爱美丽的 Facebook page。谢谢。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喽，拜拜。